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特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别说态度，公众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房投报，我是各位最好的卢共投资顾问Porter老师。大家最近有觉得网络变慢吗？或觉得网络卡卡的？原因是这几天台湾的海缆断掉2条，影响网络频宽。目前国安单位还在调查，是不是又跟中国有关？那海底电缆是台湾与国际网络连接的重要设施，从我们上网看影片、玩游戏、做生意投资或各种通讯都会需要。今年1月，中国又派船弄断台湾海缆时，我也有专门做一期节目跟大家介绍海底电缆的重要，还没看过的朋友也可以去看。而断海缆这件事也不只是台湾受到影响，像这次被弄断的就是国际海缆，是连到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香港等等。简单来说，台湾的海底电缆受损不会只是影响台湾而已，是会影响到整个印太地区。台湾当然也很积极防范，也一直公布中国的恶行，让周围其他国家知道。但大家不要忘了，现在蓝白在国会乱删预算，海巡预算也遭殃，本来就需要钱跟设备来加强巡逻，结果蓝白在那边挡。不过庆幸我看到一则国际新闻，对台湾来说是好消息，是台湾海缆受损的事情也引起美国关注。就在本月9号，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参议员柯蒂斯与民主党的参议员罗森共同提出台湾海底电缆韧性倡议法案。参议员柯蒂斯表示，中国不断升级孤立台湾的策略，包括破坏其至关重要的海底电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通过改进系统监控，并帮助提高电缆的弹性，我们的两党立法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与台湾及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捍卫共同的基础设施、主权和自由。罗森参议员也表示，中国共产党持续针对台湾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行动，不仅威胁到台湾的国土安全，也威胁到全球的互联互通和通讯。我和柯蒂斯参议员正在提出这项两党立法，意在加强两国合作，保护这些地下电缆。说到两国，粉红听到又要心碎了，并对任何针对这一关键基础设施的对手实施制裁。我将继续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侵略行径及其破坏民主的侵略行径，还有破坏民主的企图。那些还在说以美论的，真的看一下美国是怎么想帮忙的。破坏海底电缆一直是中国军事战略的主要工作，目的是削弱台湾的通讯。像是2023年2月，台湾2条海底电缆在马祖附近被切断，造成大面积中断。2025年1月，根据中华电信报告指出，一条国际海底电缆被一艘中国货船顺兴39号给弄断受损。陆续计算一下，从2023年以来，台湾周边已通报至少11起电缆中断事件。也是因为这样，这些美国也都看在眼里，才会跨党派共同推出这个法案。而且我去看了一下法案原文，它这法案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明确指派了美国海军部长跟海岸防卫队指挥官要参与台海周围巡逻和监控。也就是这法案把美国海军给拉进来了，是非常认真在看待这件事。过去我们抓这种中共在灰色地带的骚扰，都是用海巡避免上升到军事层级。但我们对中共流氓政权温良恭俭让有用吗？很明显没有，他还是3不5时来断你的网路。所以美国这法案就直接把海军的角色加进来，一起对抗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帮助维护台湾的国家安全。对台湾来说是一则好消息。不过虽然美国提出这法案，但也还要经过后续的审查、表决、审议等等，一时也没这么快，而且也不能只靠美国，还是要回到我们台湾，我们自己也要认真看待这件事。了解到这边你就知道，蓝白在那边砍国防预算、海巡预算完全不合理。美国都为了我们要来推动法案，协助保护台湾，结果蓝白在那边乱搞，这不就是在配合中共拆自家国门吗？而且这件事是你会直接有感的，因为这年头谁不需要网络？台湾也需要海巡弟兄的巡逻帮助，你蓝白砍人家预算干嘛？过分！7月26，请大家出门投票同意罢免。总之，大家这阵子网络卡是正常的，因为台湾隔壁就住着恶棍，国会里面还有一些他的人。而说到网络，这几天我
我发现蓝白支持者的网路很像卡了1年以上，他们的资讯非常的累个，不懂查证又把旧闻当新鲜事。本以为断掉的只是网路，没想到蓝白草的脑回路也断了。接着我要用我自身被出征的经历来告诉大家为何我这么说。先进一段1分钟的广告，稍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要先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本期影片。想象一下，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人经过，看了你一眼后，便对你说你的银行卡号是不是几号，甚至把你的聊天内容、搜寻记录都念出来。那你当下感受是什么？肯定难以置信，又觉得没隐私，对吧？但这就是你没用 VPN 上网时可能会碰到的事。只要一连公共 WiFi 或是进入不安全的网站，你的个资就像是放在一个没有窗帘的房间，任人观看，甚至盗用。而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就是 Surfshark VPN， 如同拥有一件让你瞬间消失在人群中的隐身斗篷，不只会把你的网络数据加密，还能一键切换 IP， 彻底摆脱追踪，让你从透明个资变成透明人间。想要上网体验更安全、更自在的朋友，今天就试试 Surfshark VPN。而且 Surfshark 不只是 VPN， 还包括其他强大的附加功能，例如 Antivirus 防毒软体，除了有自动防护功能，还有一键主动扫毒，可以扫描病毒，排除有害文件，有效远离钓鱼网站威胁。立刻点选影片下方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或使用优惠码 porterking 可额外获得4个月 Surfshark 服务哦。今天后半段想稍微花几分钟聊一下我对蓝白草的观察。为什么我总说现在的小草真的是连小粉红都不如？透过我的亲身经历来和各位分享。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我上周的特报影片下方，突然很多搞不清楚状况的蓝白草跑来留言，问我怎么不敢谈今年3月的官司。我一开始想说奇怪，我今年3月有哪件官司已经结束了吗？因为真的就没有。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中共网红陈宇正又在玩资讯落差骗小草。那这次我也一样，会明确告诉各位那位中共网红的手法，就像我先前也曾点出他拿假对话造谣 P 图一样。这次他是把我前公司巨阳媒体老板的儿子在去年拍的影片重新上传到他频道，重点影片内容也乱讲，然后让蓝白草以为我今年3月有官司打输了。于是我频道就出现了很多这类留言，讲这么多废话，为何不公开判决书？判决书都打脸，还在这取暖，好恶心！相信我，你们看不到我的留言，因为都被你删掉了。翻车啦，哈哈哈！我真的觉得很可悲啊，觉得这群人又笨又坏，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要了解事情。这些人就只是被仇恨带风向，为了骂而骂而已。别再做影片了，背骨又造谣，要回应了没？把眼啦！讲话还有够没逻辑啊！一下要我别再做影片，下一句又马上问我要回应了没？太会打脸自己了吧！我也从这件事再次验证，蓝白草所相信的事都是与现实有落差的，难怪会支持蓝白立委，就是不懂得查证嘛。当别人好意跟他说你被骗了，他还不信。这些蓝白支持者本身也没有什么法律常识，但却把另一个法盲说的话奉为圭臬。他们无条件接受中共网红陈宇正的胡扯。陈宇正这个人自己都跟巴囧承认，说他要改赚小草的钱。之前 TIFF 直播也有讲这件事，陈宇正也说了，他会改变立场是因为跟中共妥协，是为了他墙内户头的钱。这样小草你们还在挺哦？小草们，你们可以不喜欢我没关系，但总不能去听一个讲话没重点又爱造谣的中共网红说话吧？有一些草跟我说他也反共，但我真的是很怀疑，你反共的话，你会去支持替中共做大外宣的网红？他跟中共妥协是为了钱，写小草爱听的话也是为了钱。这种人没有中心思想，他今天能从挺台跳反舔共，哪天他也能从舔共跳反到别的立场。陈宇正就是这样一位中共网红，你从他那边吸收更多错的资讯，只是让自己变笨而已。我该劝的讲完了，还是执迷不悟的，那我也只能说声可怜呐，哎呀！我也不想再针对已经讲过的官司再长篇大论，因为这些事情我都讲过，不管是拍片还是写文章，我都没有避谈，也都还留在版面上。但看到上周那么多被资讯落差耍着玩的蓝白草出征，我后来也再次提醒，说真的都有讲过了，也在我上周被蓝白草出征的影片下方设定置顶留言，我说我官司的事情都有讲，甚至1年前还有写文大整理，然后也附上那篇文的连结，但凡你只要动一下手指，点进去看一下，你都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也贴心附上司法院官网的判决书连结，因为我怕你找不到万一你们真的看不懂又不信我，那我也说过了，你就准备个5000、1万的去律师事务所咨询，把我的公开判决书给你找的律师看，请律师讲白话文给你听，不是说科学理性务实吗？那你去找专业的求证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 Porter 老师讲的这样，是中共网红在好小，正确资讯我告诉你，司法院网址也贴给你，求证方法我也教你了。你们这些蓝白草
有去做吗？也难怪现在还是蓝白草的人会成为亲中共政党的支持者，因为中共也是这样做的。中共老是在国际上乱喊台湾是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并不是。然后我也都置顶留言回复啊，结果蓝白草还是看不懂，说我1年前的文哪能适用现在的判决？这人完美示范自己有多蠢，然后还以为别人都没他聪明。我写的整理文你没有去看完啊，也没看司法院的判决书就来乱骂我的，那就只是在告诉大家，你是一位87，你是一位啥都不懂也懒于做功课却爱高谈阔论的87。你这个症状啊，Porter 老师真的是没办法啦，不要再逼我了。你需要的不是老师，是法师，你已经中邪啦。当然我知道我讲那么多啊，蓝白草没意外可能也还听不懂，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搞懂。如果你没有真的想了解我的官司，那也没关系，因为说真的，这跟大众也无关啊。只是你不能这样一知半解又跑来乱骂好吗？我也还有看到这种杂草说我被判10万，我就直接回他，如果你可以找出判决书是我本人被罚10万，那我马上加到100万给你啊。找不出来的话，你给我10万，敢赌吗？啊，后来也不敢回。你这么有自信，应该直接爽拿100万的啊。半年前也提醒大家啦，随着大罢免的进行，中共对于替台湾发声的人的攻击频率会越来越高，而现在只剩最后几天，中共的人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快输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松懈。现阶段不管那些中共网红怎么对我泼粪，我都尽量让自己不要占据太多版面。在这段期间，我个人都愿意先忍着，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大罢免这件事一定要成功，否则我们台湾也没了，就被蓝白立委卖给中共了。所以我不急着跟这些大便吵架，我个人的荣辱在台湾主权的存亡之战面前不值一提。而且重点是，更何况这些事情也早就都讲过了。当然，如果你是我频道会员，你听不够，想要我再聊，也不是不行。But not today， 可以先回去重看我之前说的，要我再重新讲一次的话，就等大罢免活动顺利进行完再来谈也不迟。我不想自己在无意间变相帮助到中共去模糊大罢免焦点，这种危机时刻，我不想当台湾的历史罪人。那这1年来，台湾人真的都辛苦了，让我们再坚持一下。7月26，请出门投下同意罢免，剿灭共匪。当台湾人很辛苦，但我们都还是想当台湾人，对不对？一起加油！7月26，同意罢免，一起大展宏图。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再次感谢 Surfshark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提醒各位，在留言区的部分，我会放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以及优惠码 PorterKing 给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连结。我是波特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